Hello， 各位朋友，欢迎回到台湾家庭在德国。今天这集跟我们一起去汉堡港看5艘邮轮的游行，顺便跟大家聊聊坐邮轮环游世界要花多少钱。你可以先在下方留言猜猜看，环游世界之旅要花多少天和多少钱？待会我们就会揭晓答案，记得要看到最后哦。住在汉堡10年，觉得汉堡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港口城市。我刚来汉堡的时候，汉堡市长就是现在的德国总理 Olaf Scholz， 经常有胡庆、港庆，每年的移动式大型游乐园就是 Dome 会来汉堡3次。每个礼拜你只要上 Hamburg.de 就也可以看到每个区都有不同的活动，像是 Sommerfest、Strassenfest 跟 Yama 或是二手市集。住在汉堡可以说是每个周末都很忙，像这个邮轮游行日也是每年都会有的。今年是在9月8号到10号，在9月9号星期六的晚上9点，会有5艘邮轮在易北河上游行，伴随着音乐和烟火。不开车的朋友可以坐地铁到 Landungsbrücken，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强烈建议一定要早点来这边占位置。我现在来到河岸的斜坡上，上面已经坐满了人了。这都是要来看船的。因为这边就在地铁站旁边，对不开车的人比较方便。这边根本找不到地方停车。如果你要来这边看邮轮的话，记得要在下午就来这边占位置。你看我现在8点半来，就已经完全没有位置咯。在德国参加各种节庆，吃吃喝喝的摊位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开车经过这里，我只是来看一下船是不是已经停在这里了，想说来这个角度拍一下。可惜我只看到一艘 TUI 的船，其他船都还没有开过来。我们打算去易北河的对岸，就是 König der Löwe 狮子王的表演厅那边看，因为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比较偏僻，只有开车的人才会去那个地方。因为我在 Landungsbrücken 这边耽搁了一些时间，这里连车子暂停都没有办法。老公绕了好多圈，好不容易才绕回来斜坡这边接我，所以我们到达狮子王剧场那边已经太晚了，又没有找到合适的停车位，所以我只好先带着弟弟去看一下烟火。不巧这个地方没办法进去，里面都是一些操作空拍机的人，目测这里应该有20-30台空拍机。如果你是在新闻的画面或是专业摄影影片看到的，应该都是港口的空拍画面。我们现在来到 König der Löwe， 不行拒绝。熟悉的地方。这个是 AIDA Prima， 它是领船的艘船的第1艘。等一下会有烟火。汉堡每年的邮轮游行日都会用蓝色灯光把港口照射成 Blue Port， 蓝色港口。没想到喜欢看邮轮的人这么多，一般人都会拿着手机拍摄，也有不少人是带着专业的相机和脚架来拍的。我们喜欢住在有港口的城市，因为我们觉得有水的城市特别美。汉堡因为有海洋调节，气候比德国的南部温和，冬天没有南部那么冷，夏天也没有南部那么热。我跟老公都很喜欢吃海鲜，汉堡可以吃到的海鲜种类也比较多。最棒的是，从汉堡出发的邮轮很多，AIDA的航线又比较多，性价比又高，所以在疫情之前，我们还蛮常选择搭AIDA的船。从我们家开车到港口，差不多是40分钟。如果是住在其他内陆城市的话，要来汉堡搭船，不管是坐火车或是坐飞机，又是另外一笔很大的开销。Hello， 现在来看AIDA，这边有艘船呢。旁边又是《冰雪奇缘》音乐剧的剧场，《狮子王》和《冰雪奇缘》2部音乐剧都非常值得一看哦。
阿伊达有一艘船在下个月即将开始环游世界的旅程，总共117天，横跨4大洲，会到18个国家，停靠43个港口。老公说，如果他现在已经退休的话，我们就立马出发。这艘船会在2023年的10月27号从汉堡出发，到明年的2月21号回到汉堡。它的行程有一个很棒的地方是 Sylvester 会在雪梨跨年。我们往年在跨年夜的时候都会在电视上看到雪梨非常漂亮的跨年烟火。如果有搭上这艘环游世界的船，就可以在跨年的时候在雪梨欣赏现场的烟火。我们都觉得这个行程超酷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行程的价钱。如果是最低价的 Inner Cabin， 就是内舱没有窗户的话，一个人是13995欧元，换算成台币大概46万7千多块，所以大概台币47万就可以环游世界了。可是环游世界要100多天呢，有时候还会有一连好几天都是海上航行的日子，所以我们还是强烈建议要住在有阳台的房间比较好。这艘船总共有5种房型，每种房型依照楼层高低、位置、房间面积、阳台面积，早订晚订还是会有不同的价格。这里显示的是2个人的房间价钱，最便宜是没有窗户的，有窗户的话是4万多欧元，有阳台的是大概6万欧元，换算成台币是200万又2500多块，平均一个人就是100万台币，不知道你猜对了吗？这边更正一下，如果是 Suite 套房的话，上面的细目是说可以住到5个人，但每多一个人是不是要多收费，这个可能就要再问问看船公司。这里还有117天每一天的行程，到哪个港口、靠岸和离岸的时间。我觉得如果是第一次坐邮轮的人，还是先不要挑战这么长的天数，可能从短一点的行程先试试水温，看能不能习惯海上的生活，先体验看看船上的设施对你来说是不是够丰富。至于有些人担心的晕船的问题，我跟老公搭过好几次的邮轮，从来没有哪一次有晕船过，因为邮轮够大的话都是蛮平稳的。如果觉得100多天的环游世界行程太长，也可以选择其中的只有去非洲的33天。我们在暑假去北欧10天，因为是旺季，所以一个人1900欧算是非常贵。如果是现在去北欧10天，一个人只要699欧元。11月份去地中海也蛮便宜的，这里显示的都是2个人的价钱。11月份的地中海7天行程，不到2万块台币就可以成行喽。多年前我在阿伊达的船上的杂志看到有一位90岁的老太太，她一个人坐船坐了好几年，还在船上庆祝她90几岁的生日。船上的服务员都和她成为很熟识的朋友。她觉得以邮轮为家很好，比住在老人院还更热闹。她吃的不多，每天都有多样化的美食可以慢慢品尝。房间每天都有人打扫，还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如果身体有点不舒服，也有船上的医生可以帮他开药。刚刚说的那个环游世界的行程，也许你也发现了，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去。但正因为它主要去的是南美洲和非洲，才特别吸引我。因为我一直很想要去中南美洲跟非洲看看。小时候我爸爸去中南美洲待了大半年，回来一直都说那边很棒，但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去。我刚生完姐姐还在坐月子的时候，老公受邀去了非洲 Safari， 回来也是跟我说着非洲的各种惊奇。特别中南美洲和非洲是我们自己比较难去的地方，可能也比较有一些安全的顾虑。坐邮轮到南美洲和非洲旅游是我认为最安全又最轻松的方式，尤其有一些国家可能需要签证，邮轮公司还会帮我们办落地签，也是方便许多。前面是麦许，阿伊达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在最前面了。这边有一个开到几点？小店可以买 Currywurst。麦当劳开到几点？隔天9月10号有2艘阿伊达的船要启程，我们本来有打算去港口看大船出海，
后来因为德国的世界杯篮球冠亚军赛也是这个时候要比，我们想一想还是在家看球好了。大船启程的影片在汉堡港的实况频道已经有2个小时的录影，这支影片下方说明栏也有附上链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一下。说的呀，他好快哦！我们现在距离世界冠军还有2分07秒，怎么办？好紧张哦！还好我们有看这场精彩的篮球比赛。也见证了德国篮球得到世界冠军的这一刻。德国居然会是篮球哦，世界冠军。足球竟然输给日本，真的是。你知道福斯巴达4-1输给日本吗？今天。哇哦 ，MVP 就是 Dennis Schroeder。Most valuable player。对啊。Fand ich Schröder überragend. Nach einem schlechten 最有价值球员。Viele auf ihn eingedroschen. Das ist, glaube ich, hier die richtige Ehrung, die völlig korrekte Ehrung. Auch von Dennis Schröder gucken wir uns noch mal einige Szenen aus diesem Finale an. 28 Punkte für ihn. Vor allen Dingen eben auch. 哇塞，28分呢！哇哦，奖杯来了。Die Ehrengäste hier, lassen Sie sehen, auch der. 今天是我来到德国10年第一次看篮球比赛，就见证了德国篮球得到世界冠军的这一刻，实在是太开心了。今天非常谢谢你的观看，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